东北大哥家来了位贵客，小家伙长着一双鹿角，十分讨喜，每天都有村民上门围观这个小家伙。大哥本想着等小家伙身上的伤养好后就将他放生，没想到他还赖着不肯走了。这贵客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有人说他长着一双鹿角，应该是一只鹿，也有人说他身上的花纹和鹿有些差异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动物。捡到他的村民叶喜春也弄不清楚这小家伙的真实身份。2010年冬天，叶喜春起了个大早出门赶集，前天下了一夜的雪地上全是积雪，就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发现自家门前的树下有个奇怪的小动物，这种动物他从来没有见过，应该是山上的野生动物。叶喜春凑近仔细观察后，发现这个小家伙的身上有伤，可能是因为受伤无法继续赶路，也可能是单纯的和自己的同伴走散了。叶喜春想着外面天寒地冻，这小家伙原本就受伤了，这么冻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叶喜春费尽了9牛2虎之力将他背回了家。叶喜春的妻子看到这奇怪的家伙也觉得稀奇，看着他长着一双鹿角，这或许是一只鹿，叶喜春也这么认为，应该是某个不常见的品种。小鹿受伤找不到自己的同伴，这冰天雪地的他独自回到山林很容易遇到危险。叶喜春夫妇商量后决定暂时让他住在家里。由于不知道这只小鹿会不会攻击人，叶喜春把当初养狗的笼子找了出来，暂时将它安置在笼子里。然而小鹿却不满意了，它不断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笼子，险些把脑袋撞出血。东北大哥捡到神兽，长相可爱，和人十分亲近，赖在家里不肯走。叶喜春将小鹿带回家后，原本打算先将它关在笼子里，等它熟悉环境后再将它放出来处理伤口，没想到小鹿对笼子十分抗拒，叶喜春只好把小鹿重新放出来。看着小鹿年纪应该还小，叶喜春找了些羊奶，让小鹿暂时填饱肚子。小鹿一点也不挑食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小鹿吃饱喝足后，叶喜春就开始为它包扎伤口。期间，小鹿没有任何反抗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配合叶喜春的动作。如此乖巧温顺的小鹿让叶喜春格外喜欢。小鹿在叶喜春家住了下来，村民们串门的时候看到这只小鹿爷，觉得十分稀奇，大家都在猜测它的身份。虽然叶喜春叫它小鹿，但这明显不是鹿，应该是某种没见过的野生动物。说到这里，村民们提醒叶喜春最好找专家鉴定一下，万一这是保护动物，养在家里可是要蹲局子的。叶喜春思来想去，觉得村民的话不无道理，小鹿的身体已经恢复，叶喜春也不打算继续把它放在家里养了，不如直接将它放生。奈何小鹿似乎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，叶喜春无论怎么驱赶恐吓，小鹿都不愿意离开。每次被赶出去之后，到了饭点又会自己跑回来，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就等着人给他开门。叶喜春也心软了，既然小鹿不愿意走，不如再留他一段时间。东北大哥捡到神兽，在家里蹭吃蹭喝，不愿离开，还要带着同伴一起蹭饭。叶喜春和妻子想着小鹿的伤势已经好转，几次三番想将它放生，他都不愿意离开。叶喜春原本已经打算让小鹿再待一段时间，但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，让叶喜春不得不尽快将小鹿送走。几个外乡人上门出高价求购小鹿，这让叶喜春摸不着头脑。他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想买下这只小鹿，但他隐隐约约可以猜出这头小鹿的身份恐怕不简单，还是尽快送走为妙。小鹿还是和以前一样赖着不肯离开，后来可能是察觉到叶喜春是铁了心的想将他送走，小鹿便一溜烟地跑进了山林中。叶喜春夫妇俩没想到小鹿真的就这样离开了，害怕小鹿在外面遇到危险，夫妻二人还多次上山寻找过小鹿，但始终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，夫妻二人把小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。小鹿突然离开，说实话，夫妻二人心里十分不舍。当他们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小鹿的时候，小鹿竟然自己出现了。一天早上，叶喜春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了小鹿的身影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叶喜春，看起来十分亲切。小鹿这次不是自己回来的，而是带着同伴。叶喜春很快就明白了小鹿的用意，这是带着朋友一起上门蹭饭来了。叶喜春一点也不介意，给小鹿和他的朋友准备了不少食物。看着小鹿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叶喜春心疼坏了。他不打算让小鹿继续在外流浪，准备让小鹿就在家里住下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他还是要搞清楚小鹿的身份。叶喜春联系到了动物专家，专家鉴定后表示，小鹿其实是一只狍子，他带回来的则是一只马鹿。这两种动物都是保护动物，按理说是不能私人饲养的。但看到叶喜春和傻狍子之间的相处模式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经历之后，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让夫妻俩继续饲养这两个小家伙。